遊戯、俺は死んだんだよ。我跟你讲，这集的看点就是假海马各种想扮演真海马的角色啊，然后在那边说他已经死了，我现在是海马的怨灵，我要来找主角复仇。然后真海马在干嘛呢？真海马这集直接超越口胡的存在，因为你口胡还要靠一些卡片来掰一些效果嘛。真海马直接钻地道，打开超級电脑，直接帮游戏作弊，场外作弊哦。カードに細工はできないが、実体化したモンスターにウイルスを注入できれば、その攻撃力は落ちるはずだ。ウイルス注入開始します。到后面那个假海马的青眼白龙要攻击的时候，直接变不见。我操！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当时呢，海马输给游戏后啊，贝卡斯那时候气势正旺，想要一口气收购海马的公司。那核心条件就是贝卡斯要击败游戏。那海马得知这个消息后，就一定得帮游戏。那主角团在这一瞬间就遇到了假海马。前面呢，龟平还跟主角各种挑战，当然就直接被吊打了。那假海马也就是贝卡斯的手下，直接活捉了龟平，并且呢，跟主角团游戏直接开战，马上决斗就展开。那开局我们假海马召唤出什么独眼巨人，就是一个小杂鱼，想要吸引这个游戏的这个进攻啊。看到这个假海马使出小杂鱼，哇，这游戏也不演了，直接召唤出披魔岛，直接把小杂鱼这个一口气歼灭掉。但是游戏你这样会不会太着急啊？要是假海马真的拍出青眼白龙，那怎么办？黑魔岛不就没了吗？那其实这个假海马也是很有心机啊，他就说了一个事实：你是靠这个黑暗大法师才打赢我的啊。他也知道那件事情，要是你这次没有黑暗大法师，你还能战胜我吗？エクゾディア。あれなしで勝てるのか？那这个问题其实基本上应该是只有真的海马才知道的。那么游戏这边就开始慌了哦，难道他是真的海马吗？哦，都开始在怀疑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是他可以使出真正的海马牌组的话，于是呢，下个回合假海马真的拍出青眼白龙哦。假海马的各种心机，你知道吗？他就开始洗脑这个游戏说，果然啊，这个海马是死了，我现在就是海马的怨灵，我现在要来击败你啊！但是呢，假海马召唤出青眼白龙那个回合啊，覆盖张卡后并没有很急的马上攻击游戏啊。于是呢，轮到游戏的回合，游戏赶紧将黑魔岛转为手背表示啊，并且呢，再用手背表示召唤出诅咒之龙啊！啊，你都手背了啊，游戏你还造出第二次看吧？手背就拖回合就好了。俺の手札には奴に勝てるカードは残っていない。これまでか。ようやく観念したか。早く出せ、ブルーアイズの餌食となるモンスターをな。结果呢，这个假海马这边竟然发动了一张手背封印，这个时候是陷阱卡，而且是永久性的，只要这张卡在场上，对方是只能攻击表示，也就是说不能用手背拖回合的那个战术。行け、ブルーアイズホワイトドラゴン、滅びのファーストストリーム。カースオブドラゴンを粉砕。游戏发动一张魔术礼帽啊，将怪兽躲到这个帽子里面，这个1/4的几率让对方跟我猜，跟我打不到。さあ撃てよ。ファーストストリームを撃ってこい。ただし確率は4分の1だけどな。どうした？お前が本当に復讐心に駆られた亡霊なら撃ってみろ。好，那青眼白龙的第一发攻击当然是 miss 掉了。那接下来呢，游戏也覆盖一张卡在场上，它这个覆盖的卡也可以藏在那个魔术帽里面，对方的攻击是可以打得到那一张盖卡。于是呢，这个假海马继续发起攻击，刚好就打中了那一张盖卡。那张盖卡是什么？那张盖卡就是六芒星的咒符啊，免费也帮青眼白龙降低700分的攻击力。然后青眼白龙攻击力降到了2300点，黑魔岛一个反杀，这个假海马的生命值降到只剩500点哦。但是呢，假海马这边很快的召唤出第二只的青眼白龙，也将黑魔岛击败。但是这个时候真海马要出场了，他使用了这个超越口胡的战术，就是直接场外开始卡 bug， 他要将实体化的怪兽注入病毒。过了没多久，青眼白龙的攻击力开始慢慢下降。カードに細工はできないが、実体化したモンスターにウイルスを注入できれば、その攻撃力は落ちるはずだ。ウイルス注入開始します。游戏这边召唤出绿色怪物，想要抵挡这个青眼白龙的攻击，但是根本是扛不住啊！要是真的攻击下来，就是死定了。但是呢，就在攻击即将命中之际，假海马的青眼白龙竟然瞬间啊被消失了，你知道吗？就被这个场外的注射病毒这一招，哇，一个场外作弊正在决斗青眼白龙直接歼灭掉，直接不见。然后呢，这个假海马他看到这一幕根本就傻眼了，假海马一个暴翼哦，往那个露出那个超肥的那个姿态，像统神假扮的，是不是？哦，他正是贝卡斯
斯派来的模仿师啊，这个肥肥的假海马他也表示啊，只要我再抽到最后一张青眼白龙，我还是可以逆转这场决斗啊。于是他就非常兴奋，好，开始抽牌，抽个杂鱼，召唤上场啊。轮到这个游戏的回合，游戏这边召唤出这个炮灰剑士，再覆盖一张卡后，今天剑士一刀斩杀对方的这个小杂鱼啊。接着假海马以手背表示召唤出一个半人马，一个小杂鱼啊，再覆盖一张卡后结束回合。轮到游戏的回合，再覆盖一张卡，然后召唤出本集的口红重点神圣精灵，而且要攻击表示哦，而且他一上来嘴巴就没停下来，这个到后面这一招去成为这个逆转的关键哦。再发动一个强化魔法卡，攻守各增加300点。何の呪文か知らないけど無駄無駄。いい加減観念しなさい。到这边假海马还是一脸的妄想，只要再抽到青眼白龙就好了，一直在那边祈祷哦。结果真的抽到了青眼白龙，马上一发毁灭的爆裂疾风弹，攻击过后呢，游戏马上发动改卡，不讲武德的神圣彗星反射力量，又将攻击怪兽全部歼灭。结果呢，最奇妙的操作来咯，假海马也发动了魔法卡空气力无效化，抵消这个神圣彗星反射力量这个陷阱卡。哇！魔法カード発動、攻撃の無力化。やはりトラップカードは読まれていたか。ダメダメ、俺様は何でもお見通しだぜ。用魔法卡这样可以抵消的，是不是？这个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出奇的规则，我是万万没想到可以这样操作啊！接着轮到游戏的回合，用死者书生召唤出刚刚死去的青眼白龙。游戏就讲啦，正要展现他全新的口红之力啊！你知道我这个神圣精灵一出场，他嘴巴就没停下来，其实是在吟唱咒语啊！俺のホーリーエルフは場に出した時からある魔法呪文を唱えていたのさ。その呪文とは自らの攻撃力を場のモンスターに与える補助魔法。也就是说，青眼白龙3000的攻击力会加上神圣精灵1001的攻击力，变成4001攻击力的青眼白龙，直接击败对手。ちょっとザンマ、こんなのありかよ。行くぜ。フォーリンファーストストリーム。于是这个假海馬瞬间爆炸，是可以这样的吗？他还搞不清楚哇！结果假海馬的生命值就瞬间归零。マインドプラス。ペガサス、聞こえているはずだ。俺のこの怒りの声が覚悟しておけ。那么接下来的决斗就来到这个真红眼大礼包啊，也是城之内的这场决斗啊，对上这个小红帽龙骑呢。这场决斗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孔雀舞啊，他觉得自己输给城之内很丢脸，他想要再次复仇，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啊嘛，所以派出他的这个小红帽龙骑当做他小弟啊，再次挑战这个城之内。孔雀舞这边很聪明哦，这个决斗的条件就是这个观胜者不能提出任何的意见，场外想那个帮助口胡啊，不可以的，制定了这个规则啊，让你这个场外人不要乱口胡。真男人城之内也当然也接受。啊，我要靠自己的力量，为了这个妹妹的医药费啊！然后是城之内先攻，起手非常好。这个城之内一开始他直接将宝贝龙直接正面的手背表示给对手看，结果被对手笑啊！哇，你这个会不会玩啊？现在还这么弱的宝贝龙，你直接上来就是要给我打的嘛，对不对？龙骑啊，直接召唤出他的招牌恐龙牌组各种碾压，对不对？直接就一脚把那个宝贝龙粉碎。接着呢，城之内继续召怪，但是攻击力啊依旧不比这个小红帽龙骑来得高啊，所以说怎么出怪怎么输。龙骑的怪兽各种碾压城之内啊，这时候城之内总算抽到了这个 UR 卡斧王啊，刀斧怪直接上来，能不能逆转呢？遇上如此高攻的这个恐龙族怪兽啊，这个城之内一度是被打的这个生活无法自理啊。时间魔术师这一张卡，结果你知道他怎么样？他说这张卡啊，游戏并这个没有帮我场外考攻，我真的不知道它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啊。他不知道时间魔术师还能跟谁搭配，结果城之内将时间魔术师直接开在魔法卡跟陷阱卡那个区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个是卡 bug 了，是不是？直接盖上去，而且这个机器也没反应哦，直接让他盖哦，不知道是怎样。然后这个龙骑也不知道，龙骑也在猜哦，你那个是不是时间魔术师盖那个位置也太奇怪了吧？你不是那个决斗亚军吗？哎马上这个不能这样子盖了才对啊！接着这个小红帽龙骑继续召唤出恐龙族怪兽，城之内这边虽然被打到没怪，但是他还是想要试试看有没有机会翻盘。接着城之内召唤出他前期的王牌怪兽之一的炎之剑士哦，结果这个炎之剑士居然立大功了，你知道吗？他面对龙骑恐龙族怪兽的攻击，那个时候攻击力相等的，结果那个恐龙族的怪兽打输了，这个一度给城之内一个逆转的机会哦。
哦，这边龙骑一度陷入劣势，逼龙骑只能守备表示守备拖回合的战术。城之内这边接着召唤出新的战士族怪兽，就野蛮人1号终于登场。但是这边小梦龙骑也试着寻找这个逆转的机会，结果真的等到了，他抽到一张邪恶骑士龙，他因为他是龙族，他不是恐龙族，所以不会被炎属性的炎的剑士克制到啊。城之内召唤出第2只野蛮人2号，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野蛮人2号啊，是从本田那边拿过来的，没想到就是这一张卡呢，让野蛮人彻底的发挥作用哦。轮到小帽龙骑回合，直接瞄准野蛮人做出攻击，结果呢，这个邪恶骑士龙竟然被反杀哦。野蛮人他有一个特殊效果是，只要另一张野蛮人在场上，两边都会提升500点的攻击力，也就是这个500点攻击力导致啊，这个邪恶骑士龙被反杀掉。俺のデッキにはまだ最強のカードが眠っとるんや。よっしゃー、来たで、ワイの最強カードが出ろ！レッドアイズブラックドラゴン！真红眼黑龙终于召唤出来，并且呢，发动装备魔法卡暗龙族的爪，提升攻击力，一口气飙升到3000点哦！一发黑岩弹，一口气摧毁2只，爽！魔货物车辆改在等驾照，一次再有2只。这个城之内一个紧急锁血哦，到235点的这个生命值。那么场上已经没有怪兽的城之内啊，这个血量已经到达了锁血的条件。于是啊，这个恐龙龙骑又开始助攻了。このデュエル勝った方が相手のレアカードを1枚も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せえへんか？ワイが勝ったらお前の時の魔術師をもらうで。もしワイが負けたらレッドアイズのカードをやるで。让城之内意识到，原来我的时间魔术是这么有价值，甚至超过真红眼。结果城之内鼓起勇气，发动了盖在后台区域的这个时间魔术师，直接翻开来用，这个系统都没有意见啊，直接翻开来想用就用啊。当然，这个小红帽龙骑依旧挡不住城之内爆棚的运气啊。这个真红眼黑龙就很可怜啊，就变成一具白骨头掉下来啊，这个龙骑生命值归零啊。真红眼大礼包终于送到了城之内的手上啊。到了晚上哦，这个游戏王后期的大反派暗墨良表示要出来玩一下，这个从千年轮身上跑出来，找了一个被砍掉的树干，要来跟这个王样打牌。游戏王史上第一场4走棋就这么登场了。这场决斗是很有趣哦，每一张怪兽卡都有自己的灵魂啊，也就是说暗墨良把游戏的同伴都弄在了游戏的怪兽卡里面。游戏第1个回合，他就直接说他召唤出本田，一个拿枪在这边抖动，那暗墨良也召唤出怪兽，结果一拳啊就把这个本田就送到墓地里面去啊。我这个本田还在那个墓地里面找到自己的名字，然后被吓尿这样。轮到游戏的回合，召唤出城之内，也就是炎之剑士啊，为本田复仇，将刚刚的杂鱼怪兽一刀斩杀。城之内就杀很爽嘛，这完全哦不听这个王样的指示啊，看到对方下怪直接冲去砍哦，触发了这个反转效果，游戏这边就必须得重新抽牌。这个时候游戏还说哦，手上要是有同伴的灵魂之卡就太危险了，因为每个怪兽都是他同伴的灵魂。其实游戏这样讲反而是错误的，你知道吗？那么轮到暗墨良的回合，又开始继续盖牌了，好，盖2张，这游戏就说了啊，我持有同伴的灵魂之卡很危险，赶快打出来啊！召唤出黑魔岛，也就是小表登场，发动使者书生让本田复活。于是这个主角团啊，慢慢的开始聚集起来，然后开始各自讨论哦。小表就开始不听指令哦，每个怪兽都有自我意识哦，看到对方有盖牌直接攻击，手牌要重抽。所以说我就跟你讲，游戏的战略都错了嘛，你怪兽卡在手上反而没事，你打出来它怪兽有自我意识，那是最烧的，你知道吗？各种就不听你指令直接攻击，这很搞笑。抽到这个同伴的卡，他很紧张，你就不要叫出来就好了嘛，叫出来开始乱打，但是不打也得打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也没办法。于是呢，这个重抽牌抽到这个信子的灵魂之卡，也就是神圣魔术师被抽上手了。那轮到暗木良的回合啊，覆盖一张卡之后呢，发动了非常强力的陷阱卡，游戏有2000的生命值直接扣到剩500，因为这张卡的效果是，然后对方场上怪兽每存在1只就扣除500点，那你干嘛不等到4只都到了直接扣2000点就赢了嘛？这边我们的王样又说这个手上拿着信子的卡太危险，于是要把它叫出来，又要叫出来了，把它覆盖在场上，一副很紧张的样子，那很搞笑。结果这个表游戏看到这个信子出来忍不住想保护嘛，看到对方有怪兽，马上攻击一个神罗天真的手势，结果呢打中对方的盖牌电气蜥蜴，游戏这个黑魔岛瞬间被麻痹哦。他说这个电气蜥蜴的效果是可以让对方这个麻痹一个回合啊，不能攻击啊。接着轮到王样的回合，继续盖牌，盖了一张很关键的陷阱卡，然后回合结束。这边暗墨良这个越打牌越爽啊，我看到你们人越多我越爽，因为我是要摧残你们同伴的灵魂啊，这样讲。他说啊，我这张牌呢就是那个食人虫啊，它反转就可以破坏你们一张怪兽，也就是说你的同伴要不保啦，要被我破坏掉啦。每个人都想要去抢先送头，然后被城之内阻止说这个时候应该我来，城之内就跳到这个食人虫背上跟我蠕动。但是游戏因为有盖牌嘛，他盖了一张这个升天的号角，可以牺牲场上的怪兽来阻止对方的怪兽召唤并且无效啊。于是呢这个食人虫的效果就没
没了。随着陈之内啊进入墓地之后呢，马上就被墓地的一个死神追杀。结果这个时候杏子啊看到陈之内牺牲就流下了眼泪，结果王样这边就发动了神圣魔术师的反转效果可以从墓地加入一张魔法卡，就是死者书生再一次回到游戏的手上，然后再次发动死者书生的效果，然后被死神追杀的陈之内又召唤到场上来了于是这个4人团终于团聚。接着呢，暗末良召唤出一个小女巫，并且呢发动他牌组非常强力的魔法卡星变这张卡效果就是可以夺取对方的一个怪兽那当然要夺取黑魔岛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小表各种虐杀主角团的那个画面发动星变的同时呢，跑出了这个善良末良的脸于是这个善良的末良又有自己的意识了，赶快跟王样说快攻击我，这个游戏就结束了。结果呢，在这关键的时刻呢，王样终于想起自己千年神器的力量，然后善良的末良终于回归本体，游戏王史上第一轮自走棋就宣告结束。那么接下来最经典的一场战役要来了，就是盖亚冲撞城堡，这绝对是口无王的10大经典战役之一。那么开场这个孔雀舞就被拉进小草丛里面，好像要做一些坏坏的事结果呢就遇到了来自馆长级别的决斗者猎人这个很不讲武德他在黑暗的时候进行决斗根本无敌，因为对方根本就打不到他的怪兽然后孔雀舞身上的星星碎片全部就被夺走孔雀舞真的超可怜。小表见状后马上召唤出代打上线，于是这个决斗者猎人他赌上了全部的星星虽然游戏这边也是赌上了全部的星星，但还是差2颗。结果这个老六直接不讲武德，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口胡王，你越是去激怒他，越是能燃起他的斗志。这场游戏大战黑暗城堡的决斗就开始了。这个老六呢，开场直接召唤出黑暗城堡，就是他的王牌怪兽。一上来他的攻守数值就非常的奇怪。然后根据场地的加成，守备力直接飙升到2509点。光这个守备力黑魔岛就打不过了嘛。但是他真正厉害的是配合上这个场地的力量所结合出来的黑暗效果让你就完全打不到。就跟你玩宝可梦，你在那个黑暗洞窟里面，你必须要开闪光术，你才看得到。于是这个游戏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劣势这个决斗者猎人还说了，在黑暗中你无法获得任何的场地效果。但游戏开局虽然说很劣势但是他还是可以拿出一个非常得心应手的战术就是守备突回合的战术。对方你不能直接攻击，于是我召唤出炮灰剑士帮挡对方也召唤出怪兽开始攻击，于是炮灰剑士直接消失在黑暗中被绞杀，这样非常痛苦。但是游戏它并没有放弃再次召唤出守城翼龙，没关系我就拖回合，只要能够拖下去，那肯定有办法。于是这个决斗者猎人呢，他继续召唤，但是不攻击我看你怎么跟我斗。连孔雀舞也输在这么阴险的战术之下，连怪兽都看不到，你更别说打了，对不对？结果游戏他突然一个急中生智，守城翼龙就直接向黑暗中发起攻击，吐出一个火球术于是蹦出了一团火花，这个火花呢，让这个游戏呢有这么一瞬间可以看到对手的怪兽，但是很快呢又被黑暗给蒙蔽起来。于是这个决斗者猎人就说了，他在黑暗中是无敌的。结果呢，游戏使出嘴遁反呛对手お前は闇に隠れなければ何もできない。ただの臆病者だ。马上被一个城市内火焰刺破这个对手真的是不讲武德。既然现在这样打不赢，那游戏还有一招，你知道吗？就马上开启这个文斗的模式发起嘴遁技能。接下来的这一段实在是太秀了，因为游戏直接告诉你这个大块头，我手上已经有对付你的王牌咯，那就是光的护风剑，因为光明是可以照亮黑暗，手上已经有逆转的卡牌。但是奇怪的是，游戏并没有直接的发动这张卡，我是先召唤出诅咒之龙，先守备起来看起来真的是超小只，然后覆盖一张卡后结束。就连孔雀舞都知道游戏真的使用嘴遁的战术但很可惜的是，这个贝卡斯派过来的决斗者猎人要肌肉有肌肉，要逻辑又有肌肉爽。因为游戏的嘴遁战术彻底的激发了这个肌肉脑的进攻欲望，召唤出狩猎卡牌的死神想要用这张怪兽卡利用它的特殊效果来破坏场上的盖牌结果那个肌肉脑一个自以为很会盖牌是吧？是不是想偷盖光的护风剑？因为当时那一张狩猎卡牌的死神效果是可以破坏场上的一张魔法卡实卡的效果才是破坏陷阱卡。结果大家都被游戏给骗到了，谁会将光的护风剑给盖在场上要发动就直接发动就好了，这边演对不对？结果那个大块头直接当场傻眼，游戏立刻打开盖卡我盖的是6芒星的咒符，结果马上一个抓到这个狩猎卡牌的死神一个无法动弹游戏表示说这样我的魔法卡就可以爽用了，真的是一个智商压制。结果肌肉脑真的被吓到一个站不稳，浪费了一个回合。轮到游戏他这次又改口说他要覆盖上魔法卡再加上一张牌，这次你又想吓死谁？结果那个肌肉脑一个爆气又想开启这个喷射火焰模式。所以你知道我们口胡王对付肌肉脑的策略是什么吗？那就是靠嘴炮。结果更猛的又来了肌肉脑这次回合又抽到一个很猛的怪，让卡的初始攻击力就2000要直接攻击诅咒之龙。
结果他自己的怪兽还出来帮挡，是怎样？那个死神直接死去，真的快傻眼。接着游戏终于要发动光的护锋剑，这张几乎是谁用谁赢的神卡，光照亮了黑暗，怪兽全部显现了出来，荧幕终于显示正常啊！终于又轮到肌肉脑的回合，接着发动一张护盾魔法卡，让场上的怪兽套上大盾盾，守备力一个暴增哦，城堡的守备力已经来到了3200点，但是口胡王依旧采取嘴遁的战术，结果肌肉脑又恼羞，又使出喷射火焰啊，游戏够闪躲哦。接着游戏召唤出盖亚，再发动覆盖场上的融合与诅咒之龙融合，龙骑士盖亚终于登场，临场面就要来咯。结果肌肉脑一个冷静下来后，终于发觉对方是虚张声势啊，又召唤出怪兽守备表示，这时候他的场上应该是已经满怪了。肌肉脑想用铁桶阵巩固防守，终于要来到最后一个回合，游戏在光的护锋剑消失的前一刻，终于抽到了弹射龟，召唤出弹射龟，并且搭载上龙骑士盖亚。游戏解释说，这样可以让我的龙骑士盖亚空气力飙升到3200点哦，原来前期的效果是这样啊！反正就跟对手的黑暗城堡守备力是持平的哦。这时候的肌肉脑大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游戏伸出骚手后，弹射龟一个射出，冲向带有护盾的黑暗城堡，结果游戏也扣了一部分的生命值哦，但是黑暗城堡却没有就此消失。结果最扯的一幕要来了，口胡王就解释，你的城堡可以说是几乎被打掉一半了，但是你的浮游光环已经消失，已经不能再漂浮在空中。那个浮游光环是怎么回事？结果肌肉脑一个恍然大悟，没错，游戏一个回合结束后，城堡竟然马上就坍塌，竟然压死了肌肉脑的所有怪兽。一个火影忍者是不是？一个压垮摊贩术是不是？一个自来也，肌肉脑的生命值直接归零，这到底是什么设定？最后肌肉脑一个暴气哦，直接不讲武德，一个手拍桌子，一个学科比拍桌，你知道吗？然后机关就启动，然后开始脚铐模式又开始喷射火焰，最后游戏使出青年神器的力量，直接正面扛下火焰。